在看到了穆千羽之后，朴妍希明显很意外。她立刻打开了苏无忌挑下巴的手指，穿上拖鞋跑去开门。千羽，你怎么来了？她看似很惊喜地问道。朴警官此刻脸庞微热，耳垂都发红了，看起来真的有点做贼心虚的意思。穆千羽的笑容倒是很自然。妍希姐，我给你和无忌都发了消息，你们都没回，我就猜到你们肯定是在忙别的。也不忙，就是洗完澡之后没看手机，一直在给无忌清理手上的伤口。朴妍希觉得自己越解释越错，这房间里就一男一女，还都洗完了澡，坐得那么近，还都穿得这么少。苏无忌这家伙吃着上身，还伸手挑自己下巴，千羽肯定都看到这一切了。如果以后苏无忌再来这儿，就必须让他穿得严严实实的。朴妍希越想，脸上越是发烧，而苏无忌的脸皮可比朴妍希厚得多了。他丝毫不在意自己光着膀子，反正上次也被穆千羽看过了。这家伙笑眯眯地问道：千羽，你怎么来了？反正成年人不做选择，早点让穆千羽习惯以后的相处模式也挺好的。穆千羽看了看苏无忌那被包成熊掌的手，眼眸中有一线异样的情绪闪过，问道：你的手怎么受伤了？苏无忌咧嘴一笑：嗨，这点伤还不是家常便饭吗？穆千羽盯着那双手仔细看了看，又重新抬头直视着苏无忌的眼睛。很疼吧？这眼眸深处似乎有着晶莹的星光在闪动着。苏无忌嘿嘿一笑：怎么心疼了？穆千羽同样没有正面回答。今天的事情真的谢谢你。朴妍希见状说道：你们先聊，我想起来手机还在楼上充电，我去拿一下。说完，他快步上了楼。看这架势，朴妍希简直像落荒而逃。客厅里只剩下2个人了。穆千羽再度低头看着苏无忌的2只熊掌。不管是麦克斯韦集团还是必康药业，以及今天，都谢谢你。不知道为什么，当要提到苏无忌替自己向白旭阳道歉的时候，他止住了话头，又有种想哭的冲动，不得不低下头来掩饰。而这时候，朴妍希重新出现在2人的视野里，他居然换上了一身警服。千羽，无忌，我刚刚接到电话，局里要开案情讨论会，我先去单位看看。朴妍希说道。穆千羽揉了一下发红的眼眶，哭笑不得。妍希姐，我其实是先去了分局找你，他们说你请了1天假。朴妍希的俏脸更红了。案子是突然发生的，我走了，你们好好聊。苏无忌咧嘴一笑：妍希，你一说谎，眼睛就喜欢往左上方瞟。朴妍希没搭理他，快步向外走去，根本不给苏无忌起身拉住自己的机会。等走到了门口，他又回过身来说道：千羽，你累了1天了，今天就在这里睡下，我柜子里有干净的睡裙，抽屉里有一次性的免洗短裤，你都可以换上。还有，我明天给你们带早饭，分局门口的小笼包特别好吃。说完这长长的一句话，朴妍希砰地把门给关上了。如果可以的话，他真的很想把这一对男女给反锁在屋里。给姐姐我锁死。穆千羽哭笑不得。妍希姐这是让我在这里过夜？苏无忌咧嘴一笑：听起来是这么个意思，他也是瞎操心，也不想想你这黄花大闺女睡在这里合不合适。穆千羽：那我睡哪间房？等他迎头看到穆千羽的轻笑，才反应过来，问道：
你认真当？穆千羽摊了摊手，俏脸上的表情看似轻松自然。这有什么？反正今天这事儿过后，在小半个灵州看来，咱们俩就是那种关系，解释不清了。苏无忌咧嘴一笑，反正这儿房间多，你随便选，都是干净的被褥，我那张床最干净。那我就睡妍希姐的床吧。穆千羽说道。反正以前我和她也睡过一个被窝。苏无忌立刻说道。哇哦，真羡慕你。穆千羽定睛一看他，苏无忌立刻改口，不真羡慕妍希。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想先跟谁一起睡，主要俩人漂亮的不相上下，二选一真的太难了。穆千羽似乎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他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无忌，轻声道：其实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我面前真的不用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花心的渣男。苏无忌，哼。穆千羽，还装？苏无忌干笑了一声。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我的真面目，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一个爱国爱家爱女人的有爱青年。倒是也挺符合事实的。穆千羽起身倒了一杯水，看了看苏无忌的两只白色熊掌，于是直接把杯子放到了他的嘴边。苏无忌大为诧异，你要喂我？这个动作着实太亲密了。大男人扭捏什么？穆千羽把杯子微微一扬。呵。苏无忌只能顺从地扬起头，让穆千羽为自己喝完了这杯水。其实对于苏无忌手上的伤势，穆千羽的心中是存有很强的愧疚感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为了自己而去找白旭阳道歉，那么也就不会下水救人，划伤双手了。至于白旭阳和秦桂林会不会被车撞死，在穆千羽的眼里，他们的生命可没有苏无忌的手重要。苏无忌笑呵呵地说道：这么贴心，那我要是上厕所你也能帮忙吗？穆千羽说道：妍希姐不是每只手各给你留了2根手指吗？双手配合应该够用的。确实也够用。苏无忌举起双手，就像是一只螃蟹在举着钳子比耶。上厕所2只手指夹着就足够了。穆千羽见状，觉得心疼又好笑。那我先去洗漱了，你要是困了就先去睡觉。说完，他转身便上了楼。只是在苏无忌所看不到的角度，他的眼眶又红了。穆千羽从来不是泪失禁的体质，但是今天每每回想起苏无忌为自己而低头道歉的情景，他就觉得胸口被一股奔涌的情绪堵得难受。等穆千羽上了楼，苏无忌放在一旁充电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举着熊掌挪过去，用1根手指滑屏接通，又点了一下免提。江婉星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你在云烟湖别墅区，具体哪一栋？我不在呀。苏无忌晃荡着脚丫子，呵呵一笑：我在皇后酒嘎。江婉星说道：我给你的保镖打过电话了，他告诉我你在这里。妈地小庞。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远在首都打听我具体地址做什么？别废话，告诉我几栋。江婉星问道。07栋。苏无忌呵呵一笑：怎么你还想飞到我面前来？江婉星没说什么，直接挂断。苏无忌撇了撇嘴：神经兮兮的女人还敢调查我的行踪，看我下次不打你蜜桃屁。10几秒钟后，门铃响了。苏无忌瞪圆了眼睛，一个穿着军装的女人就站在院子门口，手里拎着2大包东西。不是江婉星又是谁？苏无忌是真的没想到，
江晚星居然就这么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你怎么来了？苏无忌立刻站起身来，抬起白色熊掌，指着江晚星，说话都变得结巴了许多。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一个接着一个，就不能稍微错开点时间吗？江晚星走进来，并没有去看苏无忌暴露在外的胸肌腹肌，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了他的双手上。手上的这么重？他的声音明显有些发紧。其实苏无忌手上的口子并不算特别严重，主要是朴妍希心疼他，多用了一卷绷带，缠得厚了一些。看小伤没必要紧张。苏无忌无所谓地说道。你也是部队的人，这点伤值得你大老远的从首都飞过来吗？值得。江晚星摇了摇头，眼睛里有着不知名的情绪。下午的监控视频我看过了，我替白旭阳，谢谢你。苏无忌盘腿坐回沙发上，咧嘴一笑。你替他谢我，这算是怎么个事儿呢？江晚星的表情很认真。他是我的发小，他欺负你，你却不断退让，甚至还不计前嫌，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的命。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江晚星说道。是为了避免我夹在中间难做。苏无忌愣了一下，还能这样脑补的吗？嗨，真不是。苏无忌咳嗽了2声。你别自作多情了。江晚星，你别否认了，我知道你从来都是默默做了很多，但嘴上从来不说。苏无忌有点无力。唉，算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江晚星的表情很认真。你需不需要是你的事，我感谢不感谢是我的事。苏无忌用仅剩的手指挠了挠头，他说道。行吧，你的心意我也收到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穆千羽还在洗澡呢，看着时间，估计都快洗完了。江晚星听到苏无忌赶人，并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仍旧并着双腿坐在沙发上，接着说道。我知道你是对我们这些大院子弟有意见，白旭阳行事嚣张，让你心里有气，所以你对我也……江少校又开始自行脑补了。苏无忌简直快哭了。大姐，你那么擅长脑补，怎么不去写小说呢？早点走，别坏了我今晚的好事。你快走吧。苏无忌没好气地催促道。我也该睡了，毕竟下水救人消耗太大，这会儿感觉有点虚弱。江晚星看了看苏无忌的双手。那我更不能走了。苏无忌。是。江晚星又看了看这偌大的客厅，反问道。你一个人住在这儿？苏无忌也没正面回答。有什么问题？那我先给你洗点水果。江晚星说着，解开军装的扣子，脱去了外套。他的衬衫下摆扎在裤子里，把纤细柔韧的腰肢线条凸显得极为明显。苏无忌内心，你洗水果就洗水果，脱什么衣服的，还打不打算走了？江晚星解开袖口，卷起衬衫袖子，露出藕节一样的小臂，动作很干练。他随后从自己带来的包里拿出了苹果、橘子、葡萄，走到客厅旁边的西厨开始清洗。你稍等我一下，马上就好。江晚星说道。而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捏起手机，用脑袋和肩膀夹住，一边洗水果，一边歪着头接听。这动作利落又飒爽。江晚星说道。头，我来林州了，请几天假。苏无忌瞪圆了眼睛，合着今晚真不走了？江晚星继续说道。对，一个朋友受了伤，他一个人住，生活没法自理，我来照顾他。苏无忌的嘴角抽了抽。你们绝密作训处这么闲吗？
今天晚上这修罗场无论如何是躲不掉了。穆千羽都下定决心在这过夜了，本来可以发生许多暧昧的事情啊，可江晚星如果非要留下，所有好事都被破坏了，除非他愿意大被同眠。江晚星挂了电话，把水果切好，才端着盘子过来，放在了苏无忌的面前。来，吃吧。苏无忌看了看面前的果盘，苹果被切成小块，橘子都剥成了一半一半，就连葡萄都给剥了皮。苏无忌问道：你平时都是这么吃水果的吗？江晚星说道：那倒没有，这不是看你不方便吗？要我喂你吗？那不用。苏无忌咳嗽了2声，用2根手指捏起叉子，把剥好皮的巨峰葡萄放进嘴里。如果穆千羽不在的话，被这么照顾，感觉也是挺不错的啊。我刚刚请了假，接下来几天就住在这儿。江晚星主动说道：你那个保镖小庞粗枝大叶的，估计不会照顾人，还是我来吧。苏无忌连忙找了个理由：那怎么行呢？我这的其他房间都没打扫，连干净床褥都没有啊。这货刚刚还告诉穆千羽，每个房间都干净。江晚星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没关系，我后备箱里有睡袋，在这客厅打地铺就行，睡沙发也没问题啊。再说了，当时在你房间里，我也是睡沙发的。说到这儿，江晚星忽然想到了那一个被染红了的沙发，俏脸微热，不再说下去了。苏无忌说道：那你总得洗漱吧？我这边有没有多余的毛巾和女性换洗衣物？他实在找不到理由把人赶走了。江晚星说道：放心，我都带了。苏无忌一脸哭相：你想的真周到，我确实很放心。大姐，你这么大条，是怎么进的特种部队？小庞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吧？而这个时候，楼上传来了一道声音：无忌，我洗完了。当穆千羽的声音传来，江晚星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苏无忌只感觉到头皮发麻，紧接着穆千羽从楼上走了下来。她穿着朴妍希的淡绿色长袖睡裙，虽然不是吊带款式，上半身也几乎没有多少肌肤暴露在外，但那种浓浓的居家感还是扑面而来。有些时候，女人穿着居家睡衣的样子，比穿着去情衣服更性感。这睡裙的下摆还挺长的，稍稍超过了膝盖，但那出现在楼梯上的光洁小腿却让人遐想无限。这时候，苏无忌忽然想起了朴妍希临走之前的交代，他不禁多看了2眼。这睡裙之下的衣物，不会是那种布料薄到半透明的一次性旅行款吧？不过紧接着，苏无忌就意识到了，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注。修罗场来了。穆千羽怔在了楼梯上，眼睛里的笑凝固了一下。江晚星也是一样，俏脸之上带着明显的愕然。那啥，我来介绍一下。苏无忌咳嗽了2声，讪讪一笑。千羽这位叫……然而穆千羽在短暂的意外过后，似乎有些惊喜，他根本没搭理苏无忌的介绍，直接说道：婉心姐，你怎么来了呀？苏无忌的表情一僵。哈，你们认识？江晚星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这才回答道：听说苏无忌受了伤，我就来看看他。千羽，你怎么也在这里？穆千羽看了看江晚星那脱下来的军装外套，又看了看那连葡萄皮都已经细心剥掉了的果盘，眼睛里的复杂之意一闪而过，随后笑道：婉心姐，我也是来照顾无忌的，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就住这里。这样啊。江晚星简直尴尬的想撞墙。
他瞪了苏无忌一眼。你怎么不早说？苏无忌心虚扭头，全当看不见。江婉欣看了看穆千羽的睡衣，随后说道：苏无忌说这里没有被褥，你今天晚上也打算睡沙发？那我去车里拿睡袋，我睡地上就行。穆千羽：睡地上，楼上有收拾好的客房，还不止一间呀。苏无忌忽然打了个冷战，因为他赫然看到江婉欣的双眼已经变得杀气腾腾。苏无忌！江婉欣瞪着旁边的男人，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这别墅里的房间这么多，为什么只让我睡沙发？是你自己要睡沙发的。苏无忌讪讪一笑：我本来是想让你抓紧走的。你还不如不解释。江婉欣冷笑道：呵呵，你这么想赶我走，就是想要和千羽过二人世界的吧？越是回想刚刚和苏无忌的对话，他就越是觉得不爽。然而穆千羽听了这句话，却变得笑眼弯弯。他本想说两句，但抿了抿嘴，还是没出声，只是看向苏无忌的目光又变得柔和了许多，那翘起的唇角根本压不下来。苏无忌抬起白熊掌，用一根手指挠了挠头：江婉欣，我让你早点走就是为了避免你尴尬，你不懂我的良苦用心。江婉欣呵呵一笑：我和你又不是男女朋友，千羽和你也不是那种关系，我有什么好尴尬的？说着，他直接转向穆千羽：千羽，我说的对吗？这一句反问几乎一下子逆转了局势。穆千羽的笑容顿时稍稍一僵，他不得不承认，确实，婉欣姐说的没错，我和无忌目前确实还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不就结了？江婉欣看着苏无忌，微笑着说道：那我就在楼上挑一间客房。这句话听起来是在征求意见，但实际上已经做了决定。不得不说，江婉欣调整情绪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苏无忌满脸堆笑：您老人家自便把这儿当自己家就行。那我先上楼洗澡吧。江婉欣说着，一拉穆千羽的手：千羽，我对这儿不熟，你带我去浴室。他都不给这一对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哦，好。穆千羽被拉着上了楼，在上楼梯的时候还看了一眼苏无忌，这眼神有点复杂，其中多少包含了点二人世界被破坏了之后的无奈。你们睡楼上，今晚我睡沙发。苏无忌喊了一声，直接躺下，满脑子问号。这俩女人什么时候认识的？洗完了澡，江婉欣抱着一床薄被子走下了楼。此时的她换上了在部队穿着的黑色短裤和浅绿色 T 恤，虽然这衣服一点不撩人，但穿在她的身上却显得格外好看。怎么你一个人下来了？苏无忌问道。千羽呢？千羽正帮我铺床呢。江婉欣把被子丢给苏无忌，在他身边的沙发坐下，拍了他的大腿一下，问道：你和千羽进展速度还挺快，是不是在偷偷怪我坏了你的好事儿？苏无忌抬起白熊掌：你看我都被包成这样子了，还能干什么？想揉都揉不了。要是穆千羽听到这句话，八成得双手捂胸，落荒而逃。江婉欣的俏脸迅速涨红：你还想揉什么？流氓！说着，他还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苏无忌嘿嘿一笑：我这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吗？我得离你这流氓远一点。江婉欣说道。不过话虽如此，他却并没有挪动屁股，那身后曲线的顶端几乎贴着苏无忌暴露在外的小腿了。其实以他的敏锐感觉，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一点。喂，说正事。江婉欣说道。白旭阳跟我说了，他以后不会再跟你作对了，首都要是有谁敢欺负你，就是跟他作对。
呵呵，幼稚。苏无忌摇了摇头。我才不信。江晚星，白旭阳这方面还是挺靠谱的，他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言出必践。苏无忌，那我要是抢了他喜欢的女人呢？你抢？江晚星微微红了脸。那没必要，他喜欢的女人又不喜欢他。苏无忌盯着那漂亮的侧脸线条。那我抢着试试。江晚星又没好气地打了他一下。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说罢他起身就走。苏无忌顿时感觉自己的小腿位置少了一片温暖又软柔的接触。不再多坐一会儿了，苏无忌还有点不舍得。告诉你一件我刚听说的事情。江晚星一边上楼梯一边说道。杜卡罗在华夏连续折戟沉沙，已经高价聘请了雷蒙情报局的特工，要挖出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你当心点。关我屁事。苏无忌丝毫不紧张，仍旧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只要这些家伙赶来林州，我就能让他们有去无回。听了苏无忌这句话，江晚星的眼睛里闪过一道炽热的光。很多男人都在言语上会表现得很霸气，白旭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白旭阳的霸气更多趋向于大男子主义，和苏无忌这种胜券在握的感觉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家伙的脾气还真是对我胃口。江晚星淡定上楼，心中想着，俏脸有些微热。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臀后，那儿是之前与苏无忌小腿相贴的地方。苏无忌扯过薄被子把头蒙住，脑海里的思绪却全都和雷蒙情报局有关。雷蒙情报局是近10年来在西方风头最盛的私人情报机构。据说这个情报局的创始人雷蒙曾经是西方黑暗世界情报之王比埃尔霍夫的助手。在比埃尔霍夫退圈养老之后，雷蒙出来单干，成立雷蒙情报局，自称局长。这家伙也是相当有能量，背后大人物不少，甚至每年还能从米国 CIA 和 FBI 那边拿到不少大订单，算得上是新一任情报之王了。这雷蒙情报局也是活腻歪了。苏无忌想了想，随后在被窝里打开了手机，在一番繁琐操作之后，登录了某个论坛。他发了个帖子，内容就一句话：如果雷蒙情报局敢和杜卡罗组织合作，那就是我永远的敌人。署名游侠暗影。这个帖子一经发出，整个论坛顿时沸腾了，无数的回帖立刻跟上。不会吧？我的眼睛花了吗？刚刚那个署名，我的天，是传说中的影子？我还以为它只存在于传说里。不会是冒充的吧？以前也有人用暗影的名义来发帖，事后证明是个呆逼。这次绝对不是冒充的，因为杜卡罗组织最近在华夏接连失败了好几次，很多证据都证实这个影子天王是真实存在的。在西方黑暗世界里，人人都说游侠组织有4大天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开始表示怀疑，觉得不止这个数字。因为以前有几个难度极高的任务，4大天王并未参与，却也被游侠组织给出色完成了。而今天，随着这个帖子已经彻底证实，这4大天王其实是5个人。第5天王。这时候，江晚星也已经躺在了床上。他伸出手，把束缚上半身的衣物从领口里抽出来，将2个直径不小的半碗扣好，随手放在枕头旁。也不知道他在没脱掉 T 恤的情况下是怎么完成这个操作的。这时候，江晚星的手机响了起来。头这么晚找我什么事？
江晚星说道。又有紧急任务了？你看看手机，我刚刚发给你一张截图，起码算是个好消息。好，我看看。江晚星说着，打开免提，调出微信界面。处长给自己发了一张长截图，而图里的内容是一个论坛里的帖子。虽然全是英文，但江晚星能看得懂。他的眸光微微一凛，说道：游侠组织的第5天王影子对雷蒙情报局宣战。电话那端的处长说道：我早就听说过这个第5天王可能真实存在，但我有个疑问。什么疑问？江晚星说道：杜卡罗组织与雷蒙情报局达成合作，是我们的线人偶然间发现的。整个绝密作训处知道这事儿的就我们2个。江晚星的表情僵了一下。那头你的意思是，那个游侠影子天王就在我们2个中间？这影子肯定不是我。江晚星的眼光一闪，反问道：头儿，原来你藏得这么深。江晚星，你个脑子坏掉了。处长没好气地说道：我怎么可能是暗影？江晚星，那就是我了。处长要抓狂了。怎么可能是你？江晚星的语气里充满了无辜。头儿，这秘密只有咱们2个人知道，不是你的话，那就只能是我了啊。电话那端叹了一声：行了，别开玩笑了，这消息肯定不是从作训处泄露出去的。江晚星问道：那是从线人那儿泄露的吗？据说这影子天王是游侠几大天王里最神通广大的一个，他能弄到雷蒙与杜卡罗合作的消息，也实属正常。这处长接着说道：这样的人物目前不是站在作训处的对立面，终究是个好事儿。哦，那就行。江晚星又聊了几句，挂断了电话。随后他把手机丢到一边，撇了撇嘴：头，你的脑子才坏掉了。你随口告诉我这事儿的时候，为啥不强调让我保密？只是紧接着他的表情便开始变得凝重了起来，因为自己确实泄露了这个消息。刚刚他在电话里那2句看似滑稽的判断，实则是本能的在为某个可能的真相打掩护。江晚星放大截图，看了看那影子天王发出帖子的时间，就在10分钟之前，也就是自己刚刚回到卧室的时候。我的天，不会真是你吧？江晚星看着1楼客厅的方向，目光认真了许多，心中的好奇瞬间攀升到了顶点。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对西方黑暗世界的了解比穆千羽多很多，自然也了解那位游侠天王的一些事情。联想起自己追击杜卡罗猎狗时候所遇到的狙击手，江晚星越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可是苏无忌未免有点太年轻了吧？那位暗影已经成名了好几年了，年龄似乎对不上。带着满腹的疑问，江晚星辗转反侧，直到很晚才有了些许睡意。但他并没有立刻睡觉，而是轻手轻脚地起床开门，准备下楼看看。结果江晚星走下楼梯的时候，正好遇到穆千羽从楼下走上来。这种半夜的相遇真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尴尬到家了。江晚星挤出了一丝笑容，小声问道：你怎么不睡觉？穆千羽笑了一下：我还不困，就来探探无忌休息的怎么样。江晚星说道：哦，那我也去看看。穆千羽却拉了拉他的胳膊：没必要了，无忌睡得挺沉，我把他被子掖好了，咱们都早点睡的。哦，那好吧。江晚星无奈被穆千羽拉上楼，但还不忘往楼下扭头看了2眼。接下来这半夜相安无事，无论是穆千羽还是江晚星都没有半夜来找苏无忌。这家伙一觉睡到天亮，
所期待的刺激性画面一个都没有出现。两个姑娘像是彼此之间有着一种特异的磁场，相斥又相吸，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第二天早晨8点钟，朴妍希终于回来了。她拎着豆浆油条小笼包，轻手轻脚地打开院门。也不知道他们俩昨天晚上有没有那个，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赤妍姐。朴妍希自言自语，那嘴角的笑都快要压制不住了。然而一进门，她却看到2女1男正并肩坐在沙发上，怎么还多了一个？朴妍希顿时错愕无限。这时候的穆千羽仍旧穿着睡裙，江晚星则是穿着单位发的浅绿 T 恤和训练短裤，这就是他在部队的睡衣。苏无忌还是赤着上身，这样看来，好像3个人睡在一起，才刚刚起床。而江晚星在看到朴妍希之后，同样很意外。朴警官，你怎么来这里了？在之前办理分解疑案的时候，他们彼此见过。只是当时朴妍希和苏无忌表现的几乎跟不认识一样，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怎么朴妍希对这熟悉的像是回到了他自己家一样？苏无忌觉得一个脑袋2个大，他说道：嗨，都是自己人，这其实是妍希的住处。这样啊。江晚星有点尴尬，自己居然在没跟主人打招呼的情况下，住到了苏无忌女性朋友的家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他觉得自己简直掉到雌竞的坑里了。想了想，江少校干脆将直球进行到底，直接问道：魏苏无忌朴警官是你的女朋友？苏无忌还没答话，便听穆千羽说道：妍希姐不是无忌的女朋友，但他们的关系胜似亲人。江晚星看了穆千羽一眼，悄悄腹诽：你着急抢答什么？着急堵住朴妍希的话？朴妍希微笑道：这事儿说来话长，我一直把无忌当弟弟看待。此言一出，2个姑娘似乎松了口气，一个男人不爽地叹了口气：来，快吃饭吧，我买的早餐够4个人吃了。朴妍希笑道。在早餐桌上，朴妍希分别听穆千羽和江晚星讲完了昨天晚上的来龙去脉，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苏无忌用2只手指捏着油条闷声吃着。现在3个姑娘都在，反而没有人为他吃饭了。江少校，这儿其实是无忌姑姑的房子，你以后只要来林州就别住酒店了。朴妍希说道。住这儿就行。好，谢谢妍希姐。江晚星说道。你也别喊我江少校了，太生分，直接叫我晚星就行。穆千羽没说话，默默给苏无忌的碗里加了一勺豆浆。而这个时候，云烟湖别墅区的门口驶来了2台豪车，一台奔驰大 G， 一台宝马 X7。秦桂玲从大 G 上下来，对着坐在 X7 里的白旭阳说道：是这儿吗？我让人去湖滨分局打听了一下，朴警官就是住在这儿，地方没错。白旭阳没好气地说道。他一大早被秦桂玲拉起来，心里正不爽呢。由于心中有些散不掉的复杂心情，昨晚白旭阳想找江晚星聊聊天，结果发出去的消息一条都没见回复，也不知道自己的女神昨天晚上到底在忙个啥。白旭阳打开了手机，看着自己与江晚星的对话框，上一条消息还是半个小时之前他发的。早上好，晚星，早饭吃的什么？到现在还没回。不过江晚星对白旭阳的爱答不理已经是常态了，白大少也习惯性舔了，倒也没有觉得多么挫败，
可能婉星正在执行什么重要任务，不方便看手机吧。白旭阳在心中自我安慰道。秦桂林嘿嘿一笑，这朴警官的家世不错啊，这云烟湖湿地公园里的别墅，据说有钱都买不到。紧接着他拉开副驾的车门，从里面捧出了一大束玫瑰花。白旭阳双手插兜，一脸的鄙视。在见到穆千羽的时候，你就被迷得五迷三道的，结果看到了朴警官，立刻又换了目标，见一个爱一个，真是渣男。穆千羽和朴警官都很符合我的审美，但是穆千羽已经被我们得罪惨了，根本不可能追得到他，倒不如换一个容易点的目标。秦桂林说着，整了整自己的领带。我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给老秦家生个颜值高点的娃了，这个朴警官就很合适。白旭阳说道。我总觉得你今天成功不了，他都没有正眼看过你。秦桂林咧嘴一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愿意为了朴警官愚公移山。一个屁的山！白旭阳一语道出真相。你就只会用钱砸。等他们走到了07栋院门口，秦桂林清了清嗓子，对白旭阳说道：旭阳，你帮我按门铃，我这怎么还有点紧张呢？紧张个屁呀！白旭阳直接上前按了门铃。几秒钟后，就见到穿着白色 T 恤的朴妍希拉开客厅门帘走了出来。你们怎么来了？朴妍希有点意外。白旭阳指了指旁边的秦桂林。朴警官，不是我来找你，是他。嗨，妍希。秦桂林挺直了身子，抱着花走到了朴妍希的面前，努力让自己的眼神变得深情款款。送给你。朴妍希低头看了看鲜花，随后往后退了一步，淡淡说道：我好像说过了，我有男朋友。秦桂林笑道：妍希，我问过你的同事了，你就是单身。朴妍希说道：他们又不了解我的个人情况，你们还是请回吧。白旭阳一直插兜旁观，没有任何出声帮兄弟表白的意思。妍希，我不会放弃的，我从未如此动心过。秦桂林说道：我一定要把你娶回家。朴妍希皱了皱眉头：秦少爷，你的感情都这么草率吗？你都没有跟我说过几句话。可即便这样，我仍旧……秦桂林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便被一道声音打断了。妍希，这一大早的谁这么烦人？这居然是苏无忌的声音。白旭阳和秦桂林的眼睛都直了，因为他们看到客厅里走出来一个赤着上身的男人，以及两个穿着睡衣的女人。白旭阳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江晚星，刚刚起床，短发蓬松，那种清新的美一如初秋的清晨，他简直都要看呆了。而旁边穿着睡裙的穆千羽，虽然和江晚星气质不同，但美感却别有一番风味，好似盛夏的朝阳，只要看他一眼，柔和温暖的光芒便瞬间在眼中铺开。只是煞风景的是，中间站着一个赤着上身的苏无忌。然而白大少很快便反应了过来，这三个人怎么看起来像是一起睡觉一起起床的？他的心顿时抽紧了，呼吸都不顺畅了。我的天，晚星！秦桂林瞄了瞄江晚星的穿着，你怎么也在这儿？江晚星皱了皱眉头，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秦桂林继续作死地问道。你在这里过夜着？江晚星没好气地回应，是啊，我就是睡在这里的，
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秦桂林想起了小时候被这位大姐头支配的恐惧，满脸堆笑，连连摆手。白旭阳立刻调整了一下心情和表情。婉欣，如果你没吃早饭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他吃过了，苏无忌举起了手里的油条，和我一起吃的。白旭阳感觉自己的心脏似乎被捅了一刀，他的嘴角抽了抽。正好我们还没吃，想吃自己买去。苏无忌呵呵一笑，这里不欢迎蹭饭的人。穆千羽看了看白旭阳和秦桂林，那不施粉黛的俏脸之上，表情明显冷淡。如果不是这两个家伙暗中使绊子，铃木银行的开业典礼也不会出问题，苏无忌也不可能低头道歉救人受伤。走，我们继续吃饭。穆千羽说着，拉了一下苏无忌的胳膊，两人随之走了进去。白旭阳看着他俩的背影，本能地感觉到江晚星应该和苏无忌没什么关系，于是稍稍地松了口气。婉欣，你为什么会住在这儿啊？他问道。江晚星，我来照顾苏无忌。他的嘴角再度抽了抽。这不是有穆千羽照顾他了吗？江晚星一脸不耐烦。我来照顾苏无忌，还不是给你们擦屁股？自己不知恩图报就算了，还想连带着我一起忘恩负义，真丢大院子弟的脸。被连续扣了好几顶大帽子，白旭阳咽了口唾沫，有点艰难地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主要我不知道苏无忌也在这儿住，不然就给你们带点咖啡来了。秦桂林啧啧说道：旭阳，你舔得太夸张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朴妍希则是开口问道：要不你们请回吧。秦桂林还是贼心不死地问道：朴警官，你的男朋友应该不是苏无忌吧？秦少爷，我对你不感兴趣。朴妍希说道：我也没有兴趣向你告知我的个人隐私。傻子也能听出来这话语里面的拒绝态度。那我们先去门口抽支烟。白旭阳对朴妍希点点头，拉着秦桂林快步走了出去。两人回到了别墅区门口，秦桂林愤愤说道：凭什么这三个极品妹子都围着苏无忌转悠？我这心里可真是不平衡啊。白旭阳没好气地瞥了秦桂林一眼：别说苏无忌的坏话，我不想听。虽然江晚星跟苏无忌走得近，让白旭阳的心里面有些不是滋味，但苏无忌救了自己的命，白大少可不会忘记。就算是救命恩人，也不能撬你的女人啊。秦桂林说道。白旭阳的语气很肯定：婉欣和苏无忌不是那种关系，你这是杞人忧天，瞎扯淡。秦桂林闷闷抽了一口烟：我总觉得妍希要离我远去了。你俩本来也没近过，你这纯粹是单相思。白旭阳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忘了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着，他打开手机，在屏幕上点了好几下。秦桂林把那束玫瑰放回车子上，准备晚上去夜店再利用利用。他随后凑过来，盯着白旭阳的手机屏幕，问道：你在干什么呢？白旭阳说道：给他们叫外卖，买几杯咖啡送过来。秦桂林：我操，你真是舔疯了。白旭阳眯眼抽着烟说道：说真的，叮嘱一下那几个和你走得近的公子哥，以后见到苏无忌，自觉必退三舍，不然别怪我对他们翻脸不认人。秦桂林看着好兄弟的认真神情，点点头：放心，这话我已经放出去了，咱们现在不走吗？白旭阳：我等咖啡送到
给他们拎进去。秦桂林直接给整无语了。然后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神穿着睡衣跟别的男人一起喝咖啡。白旭阳瞪了他一眼。我说过不要说苏无忌的坏话，你忘了？秦桂林，我提苏无忌这3个字了吗？等了半个小时，咖啡才送到，白旭阳还真的主动拎进去了。秦桂林看热闹不嫌事大，也跟着一起。然而等他们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发现几人已经穿戴整齐地走了出来。白旭阳硬是挤出了一丝笑容。那个给你们买的咖啡。穆千羽没吭声，苏无忌则是面无表情地问道：加糖了吗？白旭阳：全糖的。苏无忌：全糖，你还嫌我现在的日子不够甜？白旭阳有种想一头撞死的冲动。和3个超级美女一起起床，你的日子可太甜了，他妈的齁死人了。江晚星看场面有点尴尬，于是把咖啡全部接过来，随后说道：白旭阳，我们现在还有重要事情要做，你先回首都去。白旭阳立刻说道：你们要去做什么？我能不能帮得上忙？苏无忌：你只会拖后腿。白旭阳认真解释：我能力还可以，在我当兵的那4年，经常拿优秀标兵。苏无忌一脸嘲讽：那是别人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给你的吧？朴妍希出声了：白少爷，我们掌握了一些线索，关于那个想要暗杀你的人。是吗？白旭阳的眼睛里立刻闪过了金光，只是眼神的变化而已，却使得他的气质看起来真有点首都大少的架势，和刚刚的舔狗模样判若两人。幕后之人出了高价，从西方雇佣了一个高级杀手，而这个杀手的身份可能是杜卡罗组织常驻东亚的5星猎杀者武藤忠一。在不影响完成组织任务的前提下，杜卡罗的5星猎杀者是可以在公事之外接一些私活的。白旭阳一听，神情一肃：那我更要去了。秦桂林连忙道：我也去弄死他。这是危险任务，你们俩当儿戏呢？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知不知道杜卡罗的5星猎杀者是干什么的？都给我滚回首都去！白旭阳和秦桂林被骂得不出声了。然而当他们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苏无忌看了看那台宝马 X7， 围着车边走了一圈，还上手摸了2把，随后眯了眯眼睛：白子少，你的车。白旭阳立刻说道：是我的车，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是见钱眼开的人吗？白旭阳腹诽：合着您不是？还是江晚星第一时间发现了苏无忌的异样，他问向对方：怎么了？所有人退后，立刻。苏无忌沉声说道：退后干什么？这车子有什么毛病吗？秦桂林没听指挥，还想着凑上前来看看，却被苏无忌一脚给踹了回去。这一脚终于还了。你怎么一言不合就打人？秦桂林一屁股摔在地上，还想说什么，却被白旭阳瞪了一眼。后者沉声道：你给我闭嘴，听苏无忌的，后退。朴妍希也拉着穆千羽朝着后面退，一直退出了10几米。这时候苏无忌却抬起手腕，让江晚星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在那大号表盘上面有着一个红点在闪烁。这是什么？江晚星问道。爆炸物检测。苏无忌说道。这台车上被提前装了炸弹。随后他指了指底盘下方，8成在这里。江晚星趴下去，果然看到底盘上粘着一个扁方形的金属盒子，